在2023年的3月11号，我在科兹勒苏克尔克自治州又整了个火爹回来。它是一台1997年小本田生产的 CB400。这车打眼一看还是挺整雷的，但它经不起吸弹量，排气管子锈得不像樣，发動機漏油嚴重，後面的線路裸露在外，而且很亂。我拆下它的後車座，這個皮一摳就掉了，油箱也沒好到哪裡去，感覺這上面起碼有5層的油漆。後面的車殼還是用鐵絲綁的，拽下來裡面是膠粘的。不過就這玩意兒對咱倆來說也不算個啥，但它的發動機裡面卻放出來了自來水。我覺得這個發動機大概率也是完禿子了。你先戴好手套，咱倆從頭開始修吧。我好歹的把這個生鏽卡死的鏈條已經拽了下來。就我17、18歲那會兒，這100來斤的發動機我都是輕鬆一滴漏就出來了。但現在我需要外加工具幫忙才行，而且這個發動機的狀態也真不咋地。希望咱倆修它的時候，它不要給咱倆車太多的毛瘻的。拿下這根前減針，這車就算是全部拆乾淨了。咱倆就先從它的前輪開始往後弄吧。扒下這個輪胎，裡面的輪毂還挺好的，前輪的剎車盤也是繫好個不楞，還锃亮的。但是後輪卻鏽得嚴重，我嚴重的懷疑他倆不是一個媽生的。我給他們的剎車盤都先拆下來，再給它扔到噴砂器裡。我要給這2個輪毂的表面做個徹底的清理。這是它前後輪噴完砂的樣子，真的已經達到鋁材本來的顏色，質感非常的棒。然後我一刻沒等，直接給它噴塗環氧底漆，用來防止氧化。再然後噴上原廠一樣色號的暗金色，最後給它送到烤漆房高溫炙烤固化。我用的是土辦法，確認了它氣門嘴不漏氣，然後用鐵棍敲出車輪兩邊的軸承，再清理掉原來的鏽渣，換個新軸承給它懟回去。現在它這2個前後輪就算是搞利索，但如果按照它這個原廠的維修手冊來看，它還需要做一個淨平衡才行。但是我沒有那個專業的設備，不過沒有關係，我可以去做一個。雖然我用的都是歐標的鋁型材，但是為了底座更加的穩定，所以它倆配不上。不過沒有關係，我多多少少是會點狗伎倆的。我給它重新開孔，再擰上就完事兒了。穿上這個軸承，再安上這個激光儀，這個淨平衡設備就算是做完事兒了。它其實就是一個水平的架子，可以讓車輪在上面絲滑的轉動，從而找到車輪的最低點，無刻的慢慢去加法塊，直到這個輪子可以隨意的懸停。大體反正就這麼個原理，好像精度也比動平衡會準一點。說多了你也不明白，不如微你6塊來的實在。而做完了淨平衡，咱倆這個車庫也是多了個專用的家伙事兒。現在咱倆可以來搞一下它這個車架了。它也是1997年的產物，時隔這麼多年，它只是有些掉漆而已，竟然沒有生鏽的情況。這還是要歸功於小本田當年制造它用的原材料的功勞了。我還是老的辦法，
先給它扔到喷砂機里，去除表面的污垢。清理完這個車架，而且還可以清晰的看到這個車架號是 NC31開頭的。然後我就給這個車架先噴塗環氧底漆，再噴涂珍珠黑的面漆，最後高溫炙烤固化。這是它的後平擦，也不知道這嘎是怎麼捅了個眼的。我還是先去除它表面的糟粕，然後點開焊机的交流檔。我戴好头罩，你戴好墨鏡，咱俩又给它这嘎补焊回去。补上了這個眼呢，這個後平擦就算是搞利索了，可以讓它此面幾個重新聚合一下了。现在它这個底盤和車架基本就算是搞利索了，咱倆要去整它的發動機了。走，咱倆現在去弄它的發動機。這個就是它的發動機，真的可以用老 V8 埋汰來形容它了。你戴好手套，咱倆要幹活了。但這個活啊，好像真有點隔路。我剛給它放出來機油，他就把我這個新手套給蹭上河油，它真是一個天文鏡。而這個天文鏡它還不止於此，我剛拆下了它的邊蓋，它就這裡竟然有鐵沫出現，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。它不僅有不好的現象，就連我拆到第3顆螺絲，它都能掉到眼裡。這個天文鏡。哎呦，咱倆真中奖了！他這個活塞的頂部都修成了這個樣。哎，請原諒我在北京沒有讀文科，我無法準確的描述我現在的心情。他這嘎已經腐蝕嚴重，他中缸旁邊泡冷卻液的地方已經堵滿了雜質，這個就是他車裡面加自來水導致的這一切。现在我給這台發動機就算是全部的分解完成，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連桿上面的銷把磨損嚴重，4個活塞嘎了3個，這就是它機油潤滑不夠導致的這些結果。萬幸的是，它發動機的中缸、曲軸都沒有問題，但是它的缸蓋一共有16個氣門，13個關閉不嚴，後續研磨它得費老勁了。接下來，請你戴好膠皮手套，咱倆要給發動機內部所有的零件做個徹底的清理。但這個天文鏡的內部零件有這麼老多，也不知道咱倆這個腦子能不能裝回去啊？這個就是它的缸蓋，可以看到這嘎的鏽漬，還有這裡面的積碳已經非常多，簡單刷洗我覺得是白費，看來咱倆要給它上點武力才行。我用的干冰清洗机給气门口都做了清理，現在已經超級乾淨了。缸蓋又用3000號的砂紙給燙了一遍，只不過現在剩的這種小的坑洼忽略不計，不耽誤用。現在你看到的這些就是這台發動機所有的零件，
我給他們按照大小個排放整齊。好在這裡面需要更換的配件不是很多，但是原廠的件超級貴呀。我更換了活塞的3件套，還有連桿瓦片。現在請你帶好腦子，咱倆就開始組裝它了。这个螺丝多了0.9，我觉得問題不大。安上了這個中缸，這個發動機就差不多完成了1/3多一點。接下來咱倆就要去清理它這些關閉不嚴的缸頭。我先利用機床去除氣門上的腐朽，然後再對它們分別進行了依次的研磨。這次這台發動機咱倆就算組裝完成，真像你說的沒啥難度。但是你看它的外表氧化掉皮，下面還有刻掉漆的，看來咱倆還需要給它做個噴砂扒皮處理。請眯好你的眼睛，這活我來幹。可以睜開你的霸道小眼了，這個就是助鋁本身的顏色。灰白灰白的，質感也是很棒。接下來還是老的套路，先給它噴塗耐高溫的環氧底漆，再給它噴上啞光的面漆，最後高溫炙烤固化。
至此，這台1997年小本田生產的 CB400發動機就算修復一新，成就感滿滿。它現在可以和它的老姊妹們合體了，就連它下面這個可以隨意升降的維修平台，也都是我在2024年的冬天為修這台車做的。好了，高！這個維修平台的面板還有骨架，我用的都是6、7、8個號的碳鋼板，料錢都花了我好幾百。支腿的连接處，我也是用30個號的大鐵板切出來的，然後鑽口，再鑲個耐磨的筒套。最後你戴好墨鏡，我得給他們焊回去了。裡面的支腿連接也是10個號的碳鋼板一體冲压出來的。中間的連接板也是嘎了塊160的方鋼料頭，另一邊的連接軸是35粗的实心碳鋼棒做的。實在是因為我不會計算力臂，所以我只能用大料厚料去堆它。安上了這個面板，這台升降機的主體框架就做完了。接下來還是老的套路，先噴塗環氧底漆用來防鏽，再噴塗面漆，最後再噴上你最愛的綠色。再然後就可以安裝它的液壓系統、無線接收裝置，再給它貼上標籤，它就像一個大廠生產的東西了。最主要的是，它就通過這個電池就可以隨意的控制它的升降，不被電源所束縛。現在咱倆就可以給它的老姊妹們進行一個最後的合體了。现在這個底盤已經裝的差不多了，只剩這個萬惡的油箱。我一邊用熱風槍給它加熱，一邊用鏟子搶它。大概搶下來的油漆皮都能有3兩層。萬幸的是，這個油箱沒有大的生鏽，但有這麼老些的坑邊。不過沒有關係，就這些坑邊，我都能給它們一點點的摳出來。這就是摳完坑的油箱，利索。然後我一刻沒等，直接噴塗環氧底漆用來防鏽。因為它的面漆是珍珠紅，所以我給它分別進行了4到5遍的噴塗。最后再貼上高仿1:1的小本田標，現在就可以給它裝車了。我扒掉它坐墊上這個掉渣的外皮，再包上這個新皮，至此
這車我一個人斷斷續續給它從頭到腳全部按原廠的修了回來，現在在它可以再次嘗試啟動，祝我好運。它现在已經可以完美啟動，怠速平穩 ，CB 的經典噪音也還在。走，咱倆現在就去試車。在我18、19那會兒，只要是能騎個4缸車，對我來說都能眼氣死，更別說是這車了。直到我後來成家結婚了，才好歹買上第一台4缸車。在那個只有水車的年代，它被稱為一代神車，騎不壞的 CB。同年代還有那個修不好的道飛。現在 CB400已經出了第6代了，可惜它現在也依舊沒能引進到國內。至此，這台1997年小本田生產的 CB400就算修復完成。謝謝你的幫忙，祝你身體健康，發財。